这些阿姨给姐妹俩放置在小树上的竹子，最后都会让爱宝吃掉。如果爱宝不吃，那就要拿去隔壁大象馆里喂大象了。爱宝是宝家唯一一只不挑食的大熊猫，什么样子的竹子，爱宝都能吃得很香。但奈何这一点没有遗传到宝家后代身上，怪只怪乐宝的挑食基因太强大。爱宝能让福宝以及瑞宝、辉宝有现在这般节约粮食的程度，已经是爱宝的基因家言传身教做的最大的努力了。而乐宝只会睡觉。这天，只见瑞宝和辉宝在妈妈来室内园区之前，偷偷给妈妈的竹笋找了出来，给其吃掉了。留在身上的竹笋皮就是证据。一会儿等爱宝从室外园区回来后，辉宝吃完后偷偷溜走了，假装自己没吃。而瑞宝吃完后倒头睡下了，也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爱宝没有因为姐妹俩偷吃自己的竹笋而生气，而是坐在姐妹俩吃剩的竹笋堆前，一点一点挑拣着姐妹俩没吃干净的竹笋。爱宝这节约粮食的样子，让窗外的姨姨们看了，心里又暖又不是滋味，觉得爱宝实在是太懂事儿了。实际上，爱宝不用吃这些碎渣，等着奶爸来给送新的就可以。但爱宝没有，爱宝给姐妹俩吃剩在小亭子上的竹笋，全部挑拣干净了，给瑞宝这里吃干净后，爱宝又走到了辉宝这里。爱宝真是一点食物也不想浪费，爱宝这模样像极了所有勤俭持家的伟大母亲们。小亭子上除了姐妹俩没吃干净的竹笋以外，还有姐妹俩吃剩下的胡萝卜，爱宝也都一并捡起来吃掉了。在爱宝这里，真是一点东西也容不得浪费。瑞宝、辉宝姐妹俩最近都相互看对方不顺眼，辉宝因为体格子大想要做老大，瑞宝也不是面团捏的，根本不怂辉宝。姐妹俩这一天从树上打到小亭子上，一刻不停歇。瑞宝、辉宝从早上刚出门就开始争抢，看谁先去到小亭子上。辉宝从后面咬住了瑞宝的尾巴，紧接着又站起来拦腰抱住了瑞宝，然后抱着瑞宝向后一躺。由于辉宝体重上的压倒性优势，一下就给瑞宝从爬梯上拽了下来。辉宝一个锁脖，牢牢给瑞宝按在了身下，接着顺势骑在了瑞宝的身上。辉宝的蛮力真不是瑞宝能够轻易挣脱的。辉宝眼看瑞宝一时起不来了，自己赶紧抓住机会往小亭子上爬。而瑞宝这里眼看蛮力打不过瑞宝，选择了用脑子跟辉宝斗。瑞宝绕了个远路，从小亭子的一侧爬了上去。而等瑞宝爬上去后，辉宝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们光君还真就是一个虎妹子。姐妹俩去到小树上后，辉宝先是毫无征兆的咬住了瑞宝的肩带，而手上和脚上也不老实，老想踩瑞宝的头。看得出辉宝是想当老大了。看到瑞宝想爬起来，辉宝赶紧咬住瑞宝，给瑞宝按了下去，给瑞宝揍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而瑞宝作为大姐，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这让辉宝更看不下去了。辉宝越闹越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而瑞宝就这样一动不动，忍受着辉宝的折腾。这不单有大姐的样子，甚至隐约吐露出了一丝爱宝的气息。所以奉劝辉宝还是放弃当大姐的念头吧。瑞宝现在这气场，辉宝恐怕还得再多练2年才能达到。今天宋三岁尝试了一下抱瑞宝，宋三岁差点没给自己折在这里。看宋三岁抱起辉宝后咬紧牙关的模样，心中一定在默默念着：坚持住，坚持住，绝对不能放手，一定要守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形象。今天是江爷爷和宋爷爷一起值班，上午江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清理刚才吃完的竹子，辉宝趴在小亭子上一边监工一边捣乱。辉宝趁爷爷拿着竹子要离开时，偷偷跟上去将爷爷的竹子踩住了。别说辉宝的小体格压在上面还真重，江爷爷拽了好几次才给竹子从辉宝脚丫下拽了出来。江爷爷收拾好竹子后，打算陪辉宝玩一会儿，当然也不是白玩。江爷爷还给辉宝带了大竹笋，江爷爷拿着大竹笋坐在小汽车上呼喊着辉宝。江爷爷想让辉宝也上车。江爷爷对辉宝讲道：辉宝上车，带你去隔壁看看你那素未谋面的爸爸。但奈何辉宝姓宋不姓江，宋光君有点不给江爷爷面子。江爷爷眼看软的不行，直接来硬的，想给辉宝强行抱到小车上，但没想到辉宝这里牢牢抓着小亭子扶手，江爷爷根本拽不动。辉宝高喊：救命呀，有人抢熊啊！无奈根本没人听，而且此时瑞宝还在树上睡觉。就这样，辉宝被江爷爷强行抱到了小车上。被抱上小汽车后，辉宝依旧是不服气，在小汽车上辗转腾挪，就是不想让爷爷碰。直到一会儿，辉宝看到江爷爷拿着自己的竹笋跑了，辉宝眼看不妙，立马爬下小汽车去抢自己的竹笋。江爷爷则是因为竹笋掉在了地上，只是想给辉宝洗一下。清洗完竹笋后，江爷爷将竹笋还给辉宝。辉宝现在正处青春期，谁惹都不行。辉宝和瑞宝这俩背妈头子，别气个爱宝。今天辉宝这里又拿屁股坐爱宝的脸，姐妹俩最近浑身透露着不服妈妈的劲头。前2天瑞宝
更是一副虽然打不过，但是气势绝对不能输的态度。不过这种事都是挨顿揍的。挨揍前，瑞宝跟爱宝说：“小爱，我跟你说，我可不是吃素的。”挨揍后，瑞宝跟爱宝说：“妈，刚挖的那个坑就是用来让你埋我的。”而辉宝这里依旧是如此，打又打不过，又不想认怂。辉宝被妈妈压在身下，辉宝根本无力反抗，只能跟妈妈求饶。而今天，瑞宝则坐在最佳观影位置，悠闲地坐在树上，看着妹妹和妈妈打闹。爱宝用小手摁着辉宝的脑袋，然后一口咬在了辉宝的腮帮子上。不过爱宝从始至终都没有下重手，都是在跟辉宝玩。爱宝给辉宝暴揍了一顿后，回家休息。爱宝揍完，姨母向来都是这样。圣系姨母这时来到园区，给辉宝拿来了胡萝卜。辉宝爬上小滑梯坐下，拿过圣系姨母手中的胡萝卜，辉宝第一口没吃，直接吐掉了，不吃第二口。安排完辉宝这里，圣系姨母又来到了瑞宝这里。瑞宝看到圣系姨母过来了，主动的爬下树。瑞宝现在是越来越懂事了。圣系姨母走在前面，瑞宝乖巧的跟在后面。圣系姨母带着瑞宝来到了小车上，圣系姨母给瑞宝清理了一下小汽车，示意让瑞宝坐下。瑞宝乖乖来到小汽车的后排，圣系姨母将瑞宝宠溺的搂进怀里，将胡萝卜递给了瑞宝。给姐妹俩都安排好后，圣系姨母开始收拾园区。一会儿，圣系姨母离开园区，爱宝走了进来，跟姨母交接班。而姐妹俩这里因为有了胡萝卜，也没有再调皮。看到爱宝乐园在7月份有变化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宝乐园对宝家族在乐园的地位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就算福宝离开了，但爱宝乐园对宝家族的尊重和热爱一点也没少。而这周圣熙姨母和爷爷们也特意在节目中分享了这一消息。现在的爱宝乐园宛如一个熊猫主题的动物园，随处可见的大熊猫元素也证实着爱宝乐园对宝家的重视。而这周除了给宝家族添加新家具以外，瑞宝、辉宝这里爷爷和姨母们也都有在用心去陪伴。此时瑞宝正在享受爷爷的按摩，瑞宝躺在爷爷怀里一动不动的，任凭爷爷的抚摸，很是乖巧。一会儿将爷爷起身时，瑞宝明显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想爷爷你要去哪里？不过没事儿，爷爷走了还有姨母在，有姨母在也是一样的。身后换成姨母后，瑞宝这里依旧很开心。将爷爷离开一会儿后，很快又回来了，手里还拿来了新鲜的竹子，这些是将爷爷刚跑到园区的山上采摘来的。将爷爷心想着嫩绿嫩绿的竹叶，瑞宝和辉宝一定会喜欢，但是与竹叶比起来，瑞宝好像更喜欢爷爷，抱着爷爷不放手。而对于竹子则不屑一顾。爷爷起身走时，瑞宝还牢牢抓着爷爷的大腿，直到将爷爷坐下来陪着，瑞宝这才开心起来。将爷爷除了竹子以外，还给姐妹俩带了小苹果。小苹果可比胡萝卜甜多了。吃上小苹果后，瑞宝也不再黏着爷爷，将爷爷这下也成功给自己脱身。宋三岁蹲在门口跟瑞宝谈着下班的条件。宋三岁出价1块胡萝卜，瑞宝表示不同意，至少再加1根竹笋。条件谈妥后，宋三岁回去给瑞宝开门，瑞宝则在通道门口处乖乖等待门开。今天下班点到了，瑞宝听到引导员一一发出了提醒游客们即将闭馆的声音后，回头望了一下，紧接着爱宝这里先走了回去。爱宝走后，宋三岁便来到了园区，呼喊着姐妹俩。此时的辉宝还在树上睡大觉，瑞宝听到声音后先走了过来，但是仍和宋三岁保持着安全距离。宋三岁眼看瑞宝不想搭理自己，只能自己主动了。宋三岁走上前问瑞宝能不能跟自己乖乖回家。瑞宝跟宋三岁谈起了条件，条件谈妥后，瑞宝这边便好办了。宋三岁直接给门打开，瑞宝痛快的回了家。而辉宝这里，宋三岁就需要思考一下了。因为辉宝此时还在睡觉，辉宝听到有声音靠近，立马起身坐了起来。宋三岁先是给辉宝一顿爱的抚摸和贴贴，使辉宝放松警惕。等辉宝放松警惕后，宋三岁绕到了辉宝身后，给辉宝的屁股从树杈中拖了过去。辉宝这时成了活不过辉宝的反应很快，给自己调转过身子来后，紧紧地抱住了树干。之后，宋三岁便跟辉宝在树缝之间展开了一场拉扯。此时就看谁能坚持得更久了。今天的宋三岁一定是吃了饭来的，体力方面完全碾压辉宝。辉宝很快就被宋三岁推了下去。宋三岁给辉宝推下去后也没有犹豫，直接给辉宝抱起，往通道门口走。走到通道门口时，给辉宝放下，然后自己回去给辉宝开门。而辉宝这里也没有再继续挣扎，就这样坐在门口静静等待着通道门打开。姐妹俩现在
虽然对下班还有稍许的抗拒，但比起之前送3岁爬到树上都摘不下来的情况下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哪只大熊猫能抵挡得住一根鲜嫩竹笋的诱惑呢？只见宋爷爷拿着一根剥得干干净净的竹笋，对着瑞宝放了2下。此时正在爬树的瑞宝就从树上主动下来了，跑到李妈身边。今天下班时间到了，姐妹俩此时还没玩够。瑞宝正趴在竹子风铃上，辉宝则正抱着小树干在姐姐下面偷咬姐姐的脚丫。而宋3岁这里很快就等不及来园区收熊了。宋3岁拿着一根大竹笋来到园区，蹲在小亭子前，呼喊着姐妹俩下来，表示自己手里有鲜嫩的大竹笋，不过只有1根，先到先得。瑞宝听见后，赶忙爬下小树，小碎步跑到爷爷身边。宋爷爷看到瑞宝过来了，瞬间化身宋3岁，赶忙起身离开。宋爷爷这是又给瑞宝耍了。瑞宝起身去追宋3岁，但很遗憾，瑞宝没有追上，气呼呼的走了回去，表示自己不可能再上宋3岁的当。谁知虽然宋3岁没有再出来，但给爱宝喊了出来，让爱宝出来收熊。瑞宝表示宋3岁真是越来越玩不起了。不过爱宝这次出来没有喊姐妹俩回家，只是在园区转了一圈，喝了点水后就回去了。看来这次宋3岁没有给够爱宝好处。爱宝不想给宋3岁白打工，但是此时的瑞宝已经按耐不住了，走进了通道门去找妈妈。宋3岁看到瑞宝走了进去，手疾眼快，立马给门关上了。等辉宝过来时，辉宝一脸懵。宋3岁这是又在跟辉宝玩心理战了。如果现在给辉宝把门打开，辉宝并不会走进去，反而会掉头离开。只有耗尽辉宝的好奇心，再给辉宝把门打开，辉宝才会进去。果真辉宝很快就按耐不住了，主动走到了通道门口，查看这个门为什么关上了。不过此时宋3岁还是没有给门开开。辉宝也是有脾气的，不给自己开门，那自己就不进去了。辉宝转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宋3岁这下感觉自己立马给通道门打开，但辉宝此时已经不想回家了。一会儿就算宋3岁出来跟辉宝求情，求辉宝跟自己回家，辉宝也没有理睬，反而还爬上了小亭子，表示让宋3岁自己回去，自己今晚就在园区睡了。辉宝现在再也不是之前愣头愣脑的辉宝了，再也不会被爷爷轻易拿捏了。今天2个爷爷接熊下班遇到了难题，赖皮的辉宝不想从树上下来了，这一点有点似曾相识，这让爷爷回到了以前接福宝下班的时候。不过好在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谁让现在的辉宝还打不过爷爷呢？如果辉宝长到福宝姐姐现在这个样子的话，爷爷肯定不敢强制自己，爷爷们到时候要等到天黑了，辉宝自己想回家了才行。就像福宝当年那样，每天让爷爷们被迫加班，而现在的辉宝还是只能让爷爷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辉宝被爷爷强行滑了下去，而一旁的江爷爷则负责照顾着瑞宝。江爷爷本想等辉宝来了，让姐妹俩一起吃，但瑞宝已经饿得不行了，于是江爷爷便让瑞宝先吃了。瑞宝吃饭时还回头看了看妹妹，心想妹妹怎么还不来吃饭。宋爷爷过去先给辉宝把盆奶准备好，然后用奶瓶引诱辉宝过去。辉宝这时又突然沉稳了起来，走路慢悠悠的，不过好在一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。辉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就一头栽进了奶盆里，而宋爷爷则在后面给辉宝调整正确的吃奶姿势。而一旁的江爷爷此时已经喂完奶了，江爷爷在一旁陪着瑞宝，等待着辉宝吃完，而瑞宝则乖乖的守在爷爷身边，抱着爷爷的大腿。这姐妹俩真是一个爱江爷爷，一个爱宋爷爷。很快辉宝也吃完了，宋爷爷负责给奶盆放回去，江爷爷负责在园区守着姐妹俩。江爷爷给辉宝揉了揉小肚子，促进一下辉宝的消化。很快宋爷爷回来了，便也到了接姐妹俩回家的时候。2个爷爷一人一只，满是幸福的模样。辉宝躺在爷爷怀里，尽显可爱。2个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，抱着姐妹俩往家走。江爷爷则从滑梯上溜了下来。就在姨姨们以为今天的营业就此要结束时，辉宝又给爷爷整上活了。爷爷给瑞宝往家里送时，辉宝则趁机跑了。好在江爷爷手疾眼快，给辉宝的屁股牢牢抓住了，不然辉宝又要溜走了。江爷爷给瑞宝放回后，便立马回来给辉宝抱了回去。辉宝这调皮的劲头和福宝小时候真像呀！今天园区的树上又结熊猫果子了，江爷爷看到后立马来到园区摘果子，防止被人抢先一步。今天园区2棵小树上，每棵小树各结了一个。江爷爷先给左边小树上的瑞小果从树缝里摘了下来，然后让瑞小果顺着小树自己慢慢往下滑。成熟后的熊猫果实都比较听话，瑞小果滑到一半后，江爷爷伸手将其抱起，给其放在了小滑梯上。之后江爷爷又去摘灰小果。江爷爷表示今天又是收获颇丰的一天。江爷爷给姐妹俩抱到小滑梯上后，给姐妹俩检查了一番，
看看身上有没有扎上竹子。而辉宝这里就只对爷爷的皮靴感兴趣，什么也不管，就抱着爷爷的皮靴玩耍。这让想检查一下瑞宝牙齿的江爷爷有些难办。江爷爷抓着辉宝的小屁股，给辉宝推到了小床边上，像是在说难办，那就别办了。辉宝先是懵了一下，然后又走上前，继续抱着爷爷的大腿，表示让爷爷继续，自己还没玩够呢。辉宝越长越大，性格越来越粘人了。要知道，辉宝小时候是很高冷的，最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每次都需要妈妈来强行带走，强行接受母爱。而且以前爷爷来房间时，都是瑞宝上前迎接，而辉宝则只顾着睡觉，要么就是自己看着瑞宝和爷爷玩。谁知长大后却慢慢变成了粘人精。而随着姐妹俩越来越大，活力越来越十足，这反而让园区变得越来越温馨了。姐妹俩除了黏着爷爷以外，最喜欢黏着妈妈，不管妈妈在做什么，都喜欢守着。虽然在妈妈身边经常会被莫名的挨揍，但这依旧不妨碍姐妹俩喜欢妈妈。下一秒，爱宝听到通道门传来了声音，原来是辉宝跑了过去。爱宝过去给辉宝拽了回来。看样子，爱宝现在对姐妹俩去室外园区还不太放心。而辉宝不听，反复往通道门口跑去，而爱宝就反复给其抓回来。看来姐妹俩去室外园区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因为只有爱宝同意姐妹俩去室外后，爷爷们才会放行。今天瑞宝趴在小树上睡觉，这个样子让姨姨们有一瞬间误以为是福宝。瑞宝和辉宝姐妹俩现在长得越来越快了，瑞宝对小树的使用越来越熟练，趴在小树上睡觉也是越来越享受。今天早上姨姨去看福宝一家，虽然福宝一家暂停营业了，但是来看宝家其他成员的姨姨依旧很多。早上姨姨到达园区时，爱宝和辉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幅温暖和谐、母慈子孝的画面。中午，江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，辉宝这时跑来骚扰爷爷，骚扰完爷爷就躲到了树后面，以为这样爷爷就抓不到自己。江爷爷摸了一下辉宝的头，然后学着辉宝的样子也爬到了树上。江爷爷表示，辉宝要像自己这样，敌人才打不到自己。作为宝家除了福宝以外第二大反骨熊，肯定忍不了爷爷这般调戏。辉宝激动的想抓住爷爷，但是没抓稳，一头栽了下去，给地面砸得尘土飞扬。辉宝紧接着立马爬起来追上爷爷，这次辉宝成功抓到了爷爷，抱着爷爷的皮靴用力啃咬，但是由于身高和地形的原因，辉宝依旧是被爷爷耍来耍去。而辉宝的脾气也越攒越大，辉宝在不断的跌倒中渐渐的成长。而江爷爷这里一时也玩得有些忘我，想着一定不能让辉宝抓到自己。江爷爷越爬越高，直接爬到了树顶。江爷爷此时的心智和宋3岁不分上下，以后可以和宋爷爷齐名，叫做江4岁。江爷爷还玩起了道具战，往瑞宝下面扔竹子。江爷爷这下直接给辉宝拿捏了，只要辉宝不爬上去，那江爷爷始终都是安全的。而等辉宝爬上去后，江爷爷还可以从另一面安全撤离。辉宝被爷爷耍得团团转，虽然满身脾气，但是根本无力反抗。辉宝这个小可怜在树上不断的辗转，看着灵活的爷爷，始终都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最后江爷爷怕辉宝生自己气，怕辉宝记仇不喜欢自己了，爬上树和辉宝道歉讲和。这是瑞宝和辉宝在家时的样子，辉宝正学着妈妈把竹子拿到隔壁房间去吃，这模样学得有模有样的。而瑞宝则坐在房间的一角，独自吃着竹子。不过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立马放下手里的竹子来和爷爷玩。相对于竹子而言，爷爷显得更重要。姐妹俩现在越长越大，但反而对爷爷们依赖性却越来越强了。辉宝看到爷爷走了，来到了姐姐这边。瑞宝直接不顾姐姐是不是碍事儿，直接踩着姐姐的身子爬到爷爷身边，让爷爷陪自己继续玩。早点吃完，姐妹俩看到通道门打开了，自觉地走出门上班。晚上下班，爷爷来到园区，此时瑞宝爬上了高高的树顶，而辉宝就喜欢黏着爷爷，就在爷爷身边躺着玩耍。之前独立且高冷的辉宝，离姨姨们越来越远了。看完辉宝，爷爷来到树旁喊瑞宝下来回家了。瑞宝懂事的从树上慢慢往下爬，但就要落地时，瑞宝一头钻进了树缝里。瑞宝给自己倒挂在树上，爷爷让瑞宝自己努力，让瑞宝自己挣脱出去。瑞宝的身子也如水做的一样，几番腾挪就从树上钻了下去。下来后，瑞宝就生气了，追着爷爷打，问爷爷为什么不伸手帮自己一把，都快要给爷爷的鞋子碾掉了。宋爷爷给姐妹俩带回家后，开始给姐妹俩喂晚饭。姐妹俩吃饭越来越主动了，看到奶盆后就走过来，而且姐妹俩吃奶非常让爷爷省心，都会乖乖的给自己奶盆里的奶吃完。不过有时候会觉得不够吃，姐妹俩就会谁先吃完就过去抢对方的。不过每次爷爷们看到都会进行制止，而这次宋爷爷还撞见了，
瑞宝在竹子堆里产青团的样子。现在姐妹俩产的青团不是很多，所以基本看不到。第二天早上又到了爱宝和姐妹俩上班的时间，辉宝着急地爬上栅栏，催促爷爷赶紧开门，让自己出去。姐妹俩出门后，刚玩耍没多久，便打了起来。宋爷爷表示，现在瑞宝不会只挨打了，每次辉宝揍自己，瑞宝都会勇敢去反击了。姐妹俩开始打得有来有回，而且这周开始，瑞宝对福宝姐姐的小树越加喜欢，每次出门都会爬到小树上玩，而且下树也不再害怕，每次下树都会像坐滑滑梯一样。而对于宋爷爷，这周越来越黏熊了，感觉宋爷爷和姐妹俩分开1个小时都会受不了。宋爷爷跪在地上给姐妹俩抱了起来，然后得意洋洋地给其抱回家。宋爷爷的笑是发自肺腑的，根本合不上嘴。而且宋爷爷的牙套好像摘了，以后宋爷爷可以开怀大笑了，不用再担心牙套刮嘴了。不过姐妹俩现在太重了，宋爷爷走着走着就坚持不住了，本想给姐妹俩放下休息休息，结果变坏事了，姐妹俩找着机会就开溜。宋爷爷立马变得手忙脚乱起来，到处抓熊。好在宋爷爷反应比姐妹俩更快，赶紧给姐妹俩抓住，然后往通道门口走去。本来唯美的画面瞬间就变搞笑了。今天是宋爷爷值班，宋爷爷今天常常来园区和姐妹俩玩耍。早上爱宝吃过竹子后，在小亭子上稍作休息便回家了，而宋爷爷趁爱宝回家休息的时间来到园区找姐妹俩陪自己玩。此时瑞宝正在小滑梯上睡觉，宋爷爷悄悄坐在瑞宝旁边抚摸着瑞宝，有时并不是宋爷爷在陪姐妹俩，更像是姐妹俩在安抚宋爷爷。宋爷爷在福宝那里的伤感要从瑞宝身边找回来。瑞宝转过身看向爷爷，虽然这只是爷孙俩简单的日常，却羡慕坏了窗外围观的姨姨们。而此时辉宝根本没有困意，甚至还懂事的陪爷爷打扫卫生。宋爷爷走上小亭子，辉宝也紧接着跟上。辉宝不慌不忙的爬上小亭子，辉宝手脚越来越灵活了，攀爬小亭子一点也不费力了。辉宝上去后，宋爷爷紧接着跳了下去。辉宝生气又被爷爷耍了。而乐宝今天状态也很好，姨姨来看乐宝时刚好遇到乐宝从室外园区回来，虽然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了，但双开门的身材依旧没有走样。乐宝身上的毛发也肉眼可见般的有了恢复。宋爷爷正徒手检视着爱宝的青团，对稀碎的青团一点抵触心理都没有。宋爷爷对宝家的爱真的是爱到骨子里了。宋爷爷无疑是已经给爱宝当成了亲生女儿。宋爷爷一边检视着青团，辉宝一边在爷爷旁边捣乱。宋爷爷收拾完后，把辉宝抱到了小木床上，和辉宝在小木床上玩耍了一番。只不过宋爷爷的手好像刚摸过青团，这摸过青团的手捂在辉宝的嘴上，怪不得辉宝一直捂着嘴巴呢。早上姨姨来看瑞宝和辉宝，此时爱宝正在小亭子上吃饭，身旁还有辉宝陪着，而瑞宝则自己在小滑梯上玩。辉宝躺在妈妈身边陪着妈妈吃竹子的样子也太治愈了吧，画面感满满的生活安定且富足。辉宝在妈妈身边躺着躺着便睡着了，可能在妈妈身边太舒服了，安全感十足。而爱宝就这样一直安静地吃着竹子，样子也很是可爱。吃饭时小耳朵还一动一动的。就这样，姨姨被这温馨的画面治愈了5分钟，然后又重新去排队。等姨姨再次回来时，遇到宋爷爷正在和辉宝玩头碰头的游戏，爷孙俩正在比赛看谁头硬。辉宝的头要比宋爷爷的头大1圈了，但是辉宝还是顶不过爷爷。宋爷爷模仿着辉宝的姿势一蹦一跳的，宋爷爷的模仿完全超越了辉宝，单从气势上就给辉宝吓跑了。辉宝给自己休息了一下，又跑了回来。辉宝明显不服气，打算再和爷爷比拼一下，发现还是比不过，又掉头跑了。宋爷爷趁着功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，对于男人而言，发型永远不能乱。辉宝跑走后，宋爷爷好像还没玩够，宋爷爷跟着辉宝去到了小亭子上，跟辉宝继续玩碰头游戏。看来宋爷爷还是没长大，依旧是3岁。现在瑞宝都要比宋爷爷成熟稳重了。瑞宝自己坐在小滑梯上，悠闲地吃着竹子，不吵不闹的，还懂事的面朝姨姨们，给姨姨们表演着沉浸式大熊猫吃播。今天爷爷给瑞宝和辉宝的盆盆奶拿到了园区里来吃，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在园区吃盆盆奶。想必爷爷们是因为心疼爱宝，所以才这样的。因为福宝隔离后，爱宝现在就要营业1整天了，再加上还要带孩子，同时还要给2个孩子喂奶，爷爷怕爱宝吃不消。因为姐妹俩现在的活动量是越来越大了，而且也越来越调皮，现在都敢顶撞爱宝了，不再是只会挨揍的小熊猫了。只是现在和妈妈的实力比较悬殊，想打又打不过，但姐妹俩现在打不过，懂得要跑了，开始和妈妈打游击。妈妈累了就上去折腾妈妈，
妈妈恢复体力，自己就转头就跑，跟妈妈打得有来有回，所以这才在园区里额外给姐妹俩加餐，这样姐妹俩吃饱后便不会再折腾爱宝了。爷爷们真是站在动物的角度上替他们考虑啊，没有一味的将他们当成挣钱的工具，而是在真真切切用自己的感情去照顾他。就这样，瑞宝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吃饱了，姐妹俩现在真的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。瑞宝喝完后，将爷爷给其擦了擦嘴，然后离开。姐妹俩现在不仅爱宝看了头疼，爷爷们也开始头疼了。园区开始出现姨姨们之前想看的满园区抓熊的画面了。爷爷和辉宝在园区的草地上打闹，辉宝在爷爷手里像是个皮球一样被爷爷推来推去，相比于爱宝的抗击打训练，爷爷这两下只会让辉宝感到开心，不会感到疼痛。辉宝被爷爷推开后，不服气的继续扑向爷爷。辉宝死缠烂打的抱住爷爷的大腿，将爷爷想拉都拉不开。就算给辉宝弄开，辉宝也会紧接着再爬起来去追爷爷。将爷爷这欲擒故纵的手段，想必是从福宝那里学来的吧。跟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将爷爷拿来扫把，给爱宝收拾铲在园区里的青团。而辉宝这时看到爷爷又来了，又激动的跑了过去，跑到一半还差点给自己摔下去。辉宝喜欢黏着爷爷，而且对于爷爷的捉弄也不抗拒，反而感到很开心。爷爷身穿贝贝家，胸前带着一个摄像机，来到园区查看姐妹俩的情况。将爷爷检查完走时，还潇洒的给爱宝丢下了一块小苹果，示意爱宝吃完小苹果就准备回家吧。爱宝秒懂奶爸的意思，给小苹果吃完后便向通道门口走去。对于瑞宝和辉宝，爱宝丝毫没有留念。辉宝此时的睡觉姿势很是惬意，小手捂在小耳朵上，像是因为园区太吵，所以给自己捂着耳朵。而瑞宝这里正塞了满满一嘴的竹子。爱宝离开没一会儿，江爷爷便走了进来。这个时间段是专属饲养员的营业时间。江爷爷来到园区后，游客们纷纷被江爷爷吸引走了注意力。江爷爷先是来到小木床上收拾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，而瑞宝则在一旁的小滑梯上吃着竹子，陪着爷爷，用精神力为爷爷加油呐喊。有了瑞宝的加油，江爷爷工作得更起劲儿了，很快便将竹子收拾成了一捧。之后，江爷爷拿着收拾好的竹子，将小木床进行了清扫，给小木床上的青团全扫到了地下，之后便抱着竹子离开了。等江爷爷给竹子放下，便会回来接姐妹俩下班。早上江爷爷上班后便开始忙碌，江爷爷拿来梯子修剪小树，同时还有圣熙阿姨。圣熙阿姨是两个爷爷最得力的助手。瑞宝看到爷爷路过，还用小手拦住爷爷和爷爷打招呼。很快将爷爷修剪完小树离开，激动的瑞宝顺着树干摔了下来，直接栽在地上不起来了，应该是摔懵了。而辉宝则像是小汽车上的弦一样，在园区跑来跑去。将爷爷放下梯子后，再次返回园区，拿来工具收拾刚才爱宝铲的青团。辉宝调皮的在小木床上连蹦带跳，将爷爷学着辉宝的样子迎合着辉宝，爷孙俩玩得很开心。辉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，来到了瑞宝身边，给姐姐头上来了2巴掌，转身又跑了。辉宝总是欺负瑞宝好脾气。将爷爷打扫完园区，又来到园区和姐妹俩玩耍。辉宝这时爬到了小树上，不过此时辉宝的位置有点尴尬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。而爷爷一边给其录像，一边躲避着脚下瑞宝的攻击，根本腾不出手。最后辉宝实在坚持不住了，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。江爷爷此时看起来很忙，不过江爷爷这嘴角一直上扬的样子，看得出江爷爷玩的也很开心。一转头的功夫，辉宝又爬到了独木桥上，想必很快辉宝就可以爬到小树的顶端了，到时候就可以和福宝姐姐一样，体验在小树上睡觉的感觉了。乐宝的快乐很简单，那就是在自己上班时，奶爸来和自己玩耍。奶爸来到园区时，乐宝都会给足奶爸情绪价值。每次当乐宝看到奶爸来到园区后，乐宝就会主动的走上前，来到小亭子上，然后爬上小树，站在小树的顶端。因为这个地方在园区里离得奶爸最近，同样的奶爸也用最开心的打招呼方式和乐宝问好，开心的宋爷爷和乐宝在园区里进行着互动。乐宝看着奶爸这开心的样子，嘴角不断的上扬，而乐宝这里则站在树顶，给奶爸展示了一下自己健壮的身姿。乐宝可以说是最令饲养员省心的大熊猫，不仅情绪稳定，而且阳光开朗。最重要的是，乐宝是熊猫界难得一见的洁癖大熊猫，从来不会将青团铲在自己吃饭和睡觉的地方，这集一身优点在身上。偶尔的挑食也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了。乐宝360天年年无休的努力养活着一家5口，从来没有喊过苦说过累，有时候会在喝水时困得睡着，乐宝也不会去抱怨什么。
睡醒后，依旧是阳光开朗大熊猫，给来往的游客们展示着自己的才艺。拥有这般优秀且上进的女婿，奶爸们当然也不会亏待乐宝。通常孩子们有的礼物，乐宝都有，绝对不会偏袒。而乐宝对于奶爸每次的礼物也都很喜欢。乐宝这对玩具喜爱的样子，让奶爸们觉得自己的宝贝女婿懂事的令人心疼。